刚出月子的第1天，我老公就带着一帮好兄弟来家里做客。老公，儿子哭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该换尿布了？老公，老公，秦玉，我说话你听见没？知道了，马上。其中还包括我老公的女兄弟许昕。这也太臭了，秦玉，赶紧去看看你儿子。老婆，我来吧，刚才打游戏打入迷了。嘿呦，秦玉，这孩子还真随你，屁股蛋上都有颗大黑痣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嗨，我也是你生孩子那天跟秦玉一起游泳的时候才发现的，我当时还以为沾上泥了呢，结果给他搓了半天都没掉。哎呀，嫂子放心，我们就是兄弟，一起约着游个泳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要不哪儿能轮得到你给他生孩子呀？还好意思说，下手没轻没重，差点没给我搓破皮。干什么？信不信爸爸下次给你来点更狠的？够了，秦玉，你没什么解释吗？嫂子，许昕从小就跟爷们儿似的，经常跟我们一起玩，口嗨习惯了，反正都哥们儿，对彼此的身体了解些很正常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就是啊，嫂子听见没？这么多人，也就你觉得不正常。正常？正常你大爷！江南，你抽哪门子西风？兄弟间嘛，对彼此儿子尿布的味道了解些更正常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产后排胃路那段时间，你连靠近都不肯靠近我。老公，我肚子好痛，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下？自己换，你也不怕我恶心以后碰不了你？嫂子，我都说了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有洁癖的，你让我还怎么吃得下晚饭？恶心都恶心饱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就喜欢吃恶心的呢，这才用我儿子的尿布尽下地主之忱。江南，你够了！欣欣刚才胆汁都吐出来了，这很烧身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赶紧道歉！道歉？他跑到我家，当着我的面和我老公调情，还要我道歉？结婚4年，每次你为了许昕和我吵一次，我就会在上面打个勾。今天是第100次，档单满了，而我们的婚姻我也受够了。什么调情？嫂子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们兄弟间就这样的。是啊，我困了，各位慢走不送。不是，嫂子，我们才刚来20分钟，你这不是故意赶人吗？该不会是嫌我们没带礼物吧？秦玉，咱们兄弟间什么时候讲究过这些虚的？江南，大家好心特意来看你和孩子，你连顿饭都不做就让人走，存心让我丢脸是不是？欣欣就从来不会像你这样，还得是兄弟。你也给我滚！算了，嫂子不想做就不做吧，咱们出去吃呗。我和秦玉真是铁兄弟，打小就亲近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要不也轮不到你给他生孩子呀。赶紧走，让嫂子自己冷静一会儿。我听说女人生完孩子情绪激动会漏尿，你可别气她了。万一她气尿了裤子，还让不让你爸爸我吃饭了？饿死我，你可没地儿哭去。喂，老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晚点给你带回去。我好像得急性乳腺炎了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？或者你回来看下宝宝？
我自己去。江南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好心打电话问问你，你是蹬鼻子上脸啊？欣欣被你恶心的吃不下东西，幸亏有我喂她，才勉强吃了几口。你现在还想装病把我骗回去？我没有装病。够了！你们这帮已婚妇女是不是就喜欢疑神疑鬼啊？非要有了老婆就得放弃兄弟才行吗？我和秦玉真有什么，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简直不可理喻！你就不能有点男人的出息啊？楠楠，哥哥明天就回国了，惊不惊喜？你和秦玉还好吧？哥，我想离婚了。楠楠，楠楠，这是哪儿？老婆，你醒了啊？你说你真病了就直说啊！今天一大早我听邻居说你被救护车拉走了，吓得我赶紧过来了。饿了吧？我买了你最爱的蟹粉小笼包，快趁热吃。怎么样？还是老公对你好吧？秦玉，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，我对蟹粉过敏。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忘了，因为不重要，对吧？这蟹粉小笼包是许昕最爱吃的，对你来说，只有他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都是哥们儿，欣姐对我也挺好的，你干嘛说的跟我是她舔狗一样？去年你和客户谈项目，许昕非要跟着去，结果他诬陷客户看他眼神色迷迷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客户，让公司面临上亿的损失。最后是我大夏天挺着肚子跪在人家门口求情，才帮你挽回了项目。当时我因为中暑早产，差点都活不下去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位好兄弟怎么躲起来了？结婚4年，这种事我都数不清发生多少次。你可以无限次的纵容他，但我累了。咱们离婚吧。咱们离婚吧。江南，我不就是没记住你蟹痰过敏吗？你至于上纲上线的翻旧账吗？还敢拿离婚威胁我？是我昨晚是误会了你，但你这么大人了，连照顾自己都做不到吗？现在打了抗生素，害得咱儿子只能喝奶粉。欣欣说了，只有母乳才是最健康的。你现在这样配当一个母亲吗？我不配当母亲。秦玉，你别忘了，儿子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照顾。那不都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我都没有怪你耽误儿子的身体，你哪来的脸跟我提离婚？好啊，让爸爸这顿好找，原来躲这儿来了，是不是忘了要给爸爸过相识20周年纪念日了？大家可都在楼下等着呢。祖宗，你可别摔了，我哪一年忘记过咱们的纪念日？刚刚的话我就当没听过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吧。秦玉，我还在输液，你要把我自己留在这儿带孩子？生个孩子这么了不起啊？女人就是麻烦。秦玉，你要是敢放爸爸鸽子，爸爸以后就没你这个儿子了，咱们绝交。你左手输液不方便，右手不是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谁家不是女人带孩子？怎么就你这么娇气？刚刚居然跟我说绝交，信不信爹把你屁股打开花啊？看在你小子还算讲义气的份上，你想打就打喽。哎呀，你好好抱着，爸爸的裤子都要掉了。掉了更好，那样打着才响呢。什么兄弟，拉拉扯扯，不就是小三儿吗？女人活成这样，真是丢人啊！估计是娘家没人做靠山了，我的干嘛受这种委屈？恭迎家总。我妹妹呢？立刻给她安排最好的医疗资源，再派江城最好的护工轮流照顾。
见过小姐。小姐，我是您的专属营养师，从今天起负责您的一日三餐。我是您的专属康复师，帮助您最快恢复到最佳状态。我是您的专属育婴师，以后关于孩子的事情，您都交给我就行。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哥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哪儿夸张了？你刚生产最需要休息。再说秦毅那王八蛋怎么这么照顾老婆的？他好歹也算个总，连个保姆都不舍得给你请。当初我想起秦玉说人心隔肚皮，怕别人不尽心，还说会陪我一起照顾孩子。那他现在人呢？不是说陪你吗？别说陪了，从怀孕到孩子快100天，他连块尿布都没换过，整天只知道和许昕他们厮混。这个混蛋！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支持。好，这是我新投资的商场，最近刚刚开业，待会儿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给你好好补补。这可以啊，适合你。那是，也不看你爸爸我什么条件。哎，我记得欣姐上大学那会儿跟风机厂似的，现在嘛……哎呀，小声点，小心被他家那个黄脸婆听见，也喂你吃尿布。昨儿要不是看在秦哥的面子上，我早就骂他了。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，根本配不上秦哥，有什么资格跟咱们摆脸色？就是，还好意思拿帮秦哥挽回项目说事儿，用得着他帮吗？咱们秦哥背后可是有神秘大佬罩住的，就看不上江南这种自我感动的玩意儿。不过我之前好像听江南提过，他有个在国外做生意的哥哥来着。这年头，刷盘子的都敢说自己是饭店老板，说不定啊，他哥就是个捡破烂的，是国外丐帮董事长。我就搞不来江南弄虚作假那套。我会说我家秦玉好大儿刚刚给我买了套3000万的首饰吗？这才叫货真价实。我这当爹的宠宠儿子，应该的。切，别说爸爸没帮你哄老婆。喏，这个赠品耳钉，你等会儿拿回去给江南吧，就跟以前一样。这个秦玉竟然背着你说这种话，当年要不是你动用资金帮他白手起家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当年我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，故意隐瞒了身份做他的天使投资人，没想到最后收获的却是他随手送的礼物，都是别人不要的赠品。哥，你帮我把投资给秦玉的那些钱撤了吧。我进去换啊，都不许看啊。谁稀罕？怎么了？我穿不上，还不快进来帮我？这快点儿！先生，我们这不允许男士进入女士一间的。我作为顾客都没说什么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儿？不是他，楠楠，这你也忍得了吗？哥，这家店的监控带录音功能吧？你放心，这里的监控都是市面上功能最齐全的，保准一个字都落不下。你想要，哥哥随时都能给你调取。秦玉，希望你不会后悔今日所做的一切。你好，一共35000元。刷我的，他今年的内衣我都包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今日本店开业筹备，任意抽取问题回答，就能在店里任意免费拿走一件商品，几位看需要吗？回答问题，那不就是说真心话吗？听着还挺好玩的。喜欢？那我给你抽一个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别人为你做过今生最感动的2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，他妻子生孩子难产那晚，就因为我说感觉好孤独，他10分钟就赶到了我身边，陪了我一整晚。
原来那天我躺在产房里，深呼吸，用力，又疼又怕，死活都联系不上秦玉的时候，他却在和许熙卿卿我我。第二件也是我最感动的，是秦玉把他和江南的孩子换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。他说孩子还是要放在自己眼睛底下养才放心。什么？秦哥，你真这么干了？是啊，那又怎么了？是啊，那又怎么了？当时许熙说想要个孩子，自己又不会养，所以我身为兄弟就帮了一把，这有什么的？还得是我秦哥。不过那江南跟你的那个孩子去哪儿了？别提了，江南生下来就是个死胎，会死了。所以我就干脆把我们的孩子交给江南来养，毕竟照顾孩子又苦又累，爹能舍得让他干吗？这对嫂子好像不太公平吧？要公平，那也得他江南有资格才行。一个靠老公养的捞女，秦哥不让她下堂就不错了。奶奶，你还好吗？哥，所以我一直以来养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孩子。秦玉，你快看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多可爱啊！老婆，你生孩子辛苦了，不过我最近太忙，可能顾不上你们娘俩，这段时间还是要麻烦你来照顾孩子。我一个人，可是我才刚生完啊！老婆，欣欣说了，照顾孩子就得当妈的亲力亲为才最好，不然容易影响孩子的早期心理。他可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还能害我们吗？当时我体谅秦玉工作繁忙，又考虑到孩子，所以忍下委屈，什么都没说。在我坐月子的1个月里，我强忍痛苦，忙上忙心的照顾孩子，哪怕喂奶疼得我直冒冷汗，可一想到是自己的亲骨肉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没想到那根本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像个傻子一样给别人做嫁衣。都说老婆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衣服随时都能扔，手足可不能随便砍。现在多好，不但有兄弟养着孩子，还能无痛当妈，孩子也不用自己带，将来还能给我养老。是啊，你以后就负责貌美如花就行。哥，我们走吧。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怎么可能？现在过去教训，却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让他们痛不欲生。小姐，江总和律师已经在楼上等您了。这家会所的安保是顶级的，能够保证最大的私密性。另外，您要的商场监控证据也都打包好了，足以判定对方是婚内出轨。孩子送到秦家了吗？送了，只是就怕秦家不肯收，毕竟当初说的好，真生了又躲得远远的，生怕累到他，真是恶心。王律师，江小姐，我刚才路过隔壁包厢，看见里面一对男女在接吻，还提到了你的名字，恐怕是……知道了。秦玉，你以为老娘为什么生了你的孩子？当然是因为想嫁给你啊，笨蛋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我怕你拒绝我，到时候连兄弟都做不成。早知道你会被江南抢走，我就早点表白了。秦玉，我真的好爱你。傻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哎，但凡欣姐早点表明心意，还能有江南那个穷丫头什么事儿？就是，他还得了便宜卖乖，那天那么欺负欣姐。秦哥，你可得给欣欣出气啊！怎么出气？明天不就是你儿子百日宴吗？你干脆就别去了，就让江南自己一边应付宾客，一边照顾孩子，累不死他。行，让江南长长教训也好，免得他总以为自己是功臣，没事就跟我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他们不是想玩到尽兴吗？那我就让他们在所有人面前玩个够。秦太太，你们家这次的百日宴规模也太大了，江城有头有脸的都来了。刚生完就张罗这些，太辛苦了。秦总娶到你，真是福气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亲自安排，怎么选到这好地方？
怎么让大伙看清那对好兄弟多刺激？适配一下。小姐，他俩已经引到里面了，估计已经开始了。很好，你干得不错。等回去让我哥。江南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给我出来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孩子丢我家门口就不管了？你还是不是他妈？您这话说的，怎么？这孩子不是你老秦家的种？你们身为他的爷爷奶奶，带孩子怎么了？江南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孩子亲妈，你把他丢在公婆家门口是弃养，是犯法的。我怀孕前，你们信誓旦旦的说会帮我带孩子，我现在成全你们，让你们想想天伦之乐，不好吗？没天理了！大家快过来看看呀！刚出生亲妈就不管了，我们秦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没想到秦总夫人表面贤惠，背地里竟然弃养孩子，这可是大新闻。儿子都不要了，还好意思办百日宴，装成贤妻良母给谁看呢？江小姐，您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孩子我不要了。老天爷，我儿子怎么就娶了这种不负责的女人？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啊！江南，你真是够了！阿姨，您快消消气儿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江南，你上次嫉妒秦哥跟欣姐兄弟情深，把我们赶走就算了，没想到你心肠这么歹毒，连亲儿子都能不要了。楠楠呀，妈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吃阿玉和欣欣的醋，想拿孩子逼阿玉回头？可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儿子跟欣欣那是纯友谊，他们两个从小光屁股长大，那就是发小，是哥们儿。发小，哥们儿，既然关系这么好，你们要是不想养孩子，就给他们养喽，反正是好兄弟，帮忙照顾孩子很正常。楠楠，妈知道你刚生完孩子情绪不好，可孩子不能没妈呀，他还这么小，你忍心看他变成没娘的孩子吗？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老秦家，收下孩子吧。是啊，江南，孩子是无辜的，算爸求你了，把孩子带回去，我们保证以后出钱出力，绝不让你辛苦。秦总业务繁忙，身边有几个女的也很正常啊，为了这点事就不要孩子了，这也太狠心了。秦夫人，两位老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肯回头吗？回头？我有什么好回头的？江南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秦哥爸妈都这样求你了，你是不是非要逼死二老才满意？我警告你，最好趁着事情还没闹大，赶紧给阿玉打电话道歉，然后好好自己带孩子。这样，或许我还可以劝劝阿玉，勉强让你留在秦家。没错，不然阿玉知道你这么对孩子和他爸妈，一定会跟你离婚的。到时候你一分财产都别想拿到。道歉，必须道歉！秦夫人，您还是别赌气了，赶紧道歉吧。百日啊！好啊，不过打电话道歉多没诚意啊！我看还是当面道歉吧。你们是谁啊？滚！都给我滚！什么情况？天啊，是秦总！秦总，秦夫人站在这边，那么请问您身边的女人是谁？您是出轨了吗？您为什么要选在儿子百日宴的宴会厅偷情？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？秦总，回答一下吧，你的说法，不许拍，都不许拍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说刚刚好像听到什么怪动静，跟母猫叫春似的，合着是这俩人在隔壁偷情啊！自己儿子的百日宴，让老婆一个人忙前忙后，他倒在这儿快活上。什么纯洁的友谊兄弟啊！我呸！以后我男朋友要敢有女兄弟，老娘阉了他！这算是什么事儿啊？这，哎呀！哇哦，睡在一张床的友谊还真是纯洁的。现在你们还有脸说他们是好兄弟、好哥们吗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你先让他们出去，等回家我再慢慢给你解释，好吗？不是我看到的那样。你的意思是我，还有这里无数双的眼睛都瞎了是吗？他该不会是想说，他刚刚亲他女兄弟的那张嘴不是他的吧？是个屁的女兄弟，明明就是个小三，用友谊当挡箭牌，实际上干的都是婊子的勾当。混账东西！亏我们还和江南说你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秦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。楠楠啊，这次的事儿确实是阿玉做的不对，但是毕竟家丑不可外扬，
你赶紧让这些外人先出去，别让别人看咱们家笑话。你放心，等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们两个。不是，凭什么教训我呀？你们懂什么啊？明明是这个女人仗着自己生了孩子就处处作威作福，欺负自己老公。我作为阿玉最好的兄弟，安慰她一下怎么了？而且今天只是意外，我们喝多了，谁还没有偶尔犯错的时候？你给我闭嘴！许昕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江南，你生气归生气，动手打人算怎么回事？这一巴掌我想打很久，我已经受够了你们表面称兄道弟，实则男盗女张的恶心说辞。今天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这对所谓的好兄弟有多恶心，多下贱！江南，你至于吗？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而且还只犯了一次，你就要这么对我，还把这么多人都叫过来，是生怕没人看咱家的笑话是吧？就是，今天这件事儿只是个意外而已，我们又不是天天睡在一起，你大惊小怪什么？二媳妇，阿玉她性格单纯，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所以才犯错的。听妈一句劝，这事儿你就别揪着不放了，毕竟你们以后还要过日子的。江南，阿姨都这么恳切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就是兄弟间做事有时候过界了吗？你用得着闹成这样吗？意外，偶尔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所谓的意外和偶尔到底有多频繁。大家都好好看看这期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偶尔与意外。我的天啊！什么好兄弟在沙发上搂搂抱抱的，恶心死了！看完我今晚都要长针眼，太不要脸了，简直是小三里的极品！马上给我拍下来，这种狗男女必须曝光！这些照片你都从哪儿来的？你竟然找人跟踪我！你们好兄弟之间这么可歌可泣的感情，我不记录一下，岂不是可惜了？江南，你少阴阳怪气！就算你都知道了，那又怎么样？说到底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我跟阿玉是真心相爱的。再说了，我还没抢你老婆的位置呢，你急什么？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许昕，当初我和秦玉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有兄弟里面就你叫好叫的最火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江南。可以啊，你小子，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竟然让你给摊上了！你上辈子拯救世界了。我警告你，你可不许欺负她。我当然不会了。口头说说算什么？你得发誓啊！能跟江南这种级别的大美女在一起，那可是你修了8辈子的福气，赶紧的。行，我发誓，行了吧？可等我们真的结婚了，你那恶心的占有欲又不愿意了，处处在我们的生活里刷存在感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是又想当表，又舍不得你那个兄弟的名号吗？行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根烂黄瓜，我送你。秦玉，你说句话。江南，我承认，我跟许昕处理关系的时候是没注意好分寸。你就是非要说我出轨，我也认了。但你有什么事能不能冲着我来？别侮辱星星行吗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这时候你知道她是女人了。儿媳妇啊，你这吵也吵了，骂也骂了，也是时候该消气了吧？这阿玉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吗？你何必死咬着不放呢？是啊，儿媳妇，阿玉和欣欣已经退一步了，再闹下去，对咱们谁都不好啊。江南，你看看，就为了你们女人那点争风吃醋的事情，都把我秦哥一家逼成什么样了！我劝你还是赶紧收手吧，不然待会儿惹了我秦哥生气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你们几个哪来的脸说这种话？看看这些照片，上面哪一张没有你们几个在旁边，一边看着秦玉和许昕乱搞，一边还舔着脸说我争风吃醋。秦玉还真是交了把好兄弟。就是，你们几个算什么好东西？刚刚还不要脸的说这对狗男女是好哥们儿，现在就转头欠人家原配大度了。要我说，他俩出轨，你们就是帮凶，还帮着小三说话，怕不是你们几个男的都跟他有一腿吧？行了，江南，你赢了行吧？再闹下去，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翻脸？好啊，正好老娘早就想跟你离婚。离婚协议书？江南，你脑子没病吧？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你要跟我离婚？少废话了，赶紧签字吧。江南，短短2天，这已经是你第2次跟我提离婚了。我警告你，有些手段用多了可就没意思。我跟许昕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你非要看我跟他断交你才满意吗？你跟许昕以后怎么样，跟我已经没关系了。亲嘴也好，上床也好，这些事儿以后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谁爱养谁。什么？儿媳妇，你可是孩子的亲妈呀，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是啊，这夫妻俩再怎么吵架，也不能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啊！他还这么小，他是无辜的呀。江南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
说的都是气话。刚刚离婚的事情，我可以当你没提过。今天这件事，我以后也会给你补偿。但不管是怎么样，你都不能拿孩子开玩笑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的意思是我以后都不会再看这个孩子一眼，更不会给他1分钱赡养费。从今天起，他跟我毫无关系。不是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好歹也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说不养就不养，凭什么？江南，我承认我是没管住自己，但这跟孩子没关系啊。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孩子没有母亲呢？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有什么不忍心的？江南，你身为母亲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就算你心里再有气，也不能说孩子不是你的吧？就是，你为了争风吃醋，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，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还好意思指责欣姐跟我们秦哥？跟这点事儿比，你弃养孩子才是真正的丧尽天良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今天唱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根本目的就是找个借口好不要孩子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佩服，我太佩服了！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这么会装的人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。第二件，也是我最感动的，是秦玉把他和江南的孩子换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。他说，孩子还是要放在自己眼睛底下养才放心。什么？这个孩子竟然不是江南的，而是许熙和秦玉的种？我去，原配孩子去世已经够难受，他不仅不说出真相，还理直气壮把小三的孩子让原配养，这还是人吗？这原配遇到你们这俩畜生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这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你们恬不知耻炫耀的时候，我就在门外。我就清清楚楚的听着你们把我的苦难当笑话讲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痛，又有多想吐吗？100天，我的孩子去世了100天，可我因为被你们瞒着，不仅没有为我的亲生补血哀悼，还要忙上忙下的给别人的孩子喂奶换尿布。你说我凭什么要养他？那还不是因为你生了一个晦气的死胎，阿玉都没找你算账，还让你帮我们带孩子，体验当母亲的感觉呢。你有什么可不知足的？原配养小三的孩子还理直气壮，你们两个畜生怎么不下地狱啊？人家原配现在知道孩子去世，心都碎了，你们还好意思道德绑架人家，简直就不配当人！我打不死你这个狗男女，真是脸都不要，你这猪狗不如！你们都疯了吗？欣欣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阿玉，我每天看着你管别的女人叫老婆，咱们的儿子躺在别人的怀里已经很痛苦了，我甘愿做你一辈子的兄弟，只要能每天看见你就足够。可江南为什么要步步紧逼？他非要让我被打死才开心吗？够了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江南，所以这一切你早就知道了。今天这场百日宴从头到尾都是你设计好的一场局，对不对？是，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，宴会厅是我找的，连在一起的酒店房间是我让人领你们去的，这些宾客和记者也都是我特意找过来的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好事。江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拍的都是最高清的视频，保证明天就把这对狗男女送上热搜第一。明天我就让我们公司的营销号全都上阵。感谢各位出手相助，你们放心，我江南向来知恩图报，等新闻一爆出，我一定给你们市面上最丰厚的报酬。果然还是江小姐大气。谢谢江小姐，这都是我们维护正义应该做的。江南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不帮着控制舆论，竟然还火上浇油！你知不知道，一旦这种恶劣新闻出现，会对公司的股票产生多严重的影响？现在知道肉疼了，那你有没有想，我替别人养孩子的时候又有多痛？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我秦玉是辉南集团看中的人。如果你们敢把今天的事情放到新闻上，我保证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。那可是惹不起的。江总，小姐的计划成功了，集团这边也已经撤销了对秦玉公司的一切。好，备车，我现在就去百日宴，接我妹妹回家。辉南集团，他说的不会是那个掌握了整个江城经济命脉、业务横跨国际的辉南集团吧？听说他们向来只投100亿级别的大项目，没想到秦玉竟然能拿到辉南集团的投资，真是没天理！江南，看见了吗？你精心布局的一切，我一句话就成了个笑话。我知道你今天闹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拿出轨和养孩子的事情做筹码，好让我以后多关注你们。好，我保证以后可以每周陪你吃1次晚饭。但我警告你，秦家的声誉不是你拿来争宠的工具，你要是再胡闹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江南，我劝你还是放聪明一点。阿玉拿到辉南集团的那位神秘大佬的投资可不容易，如果因为今天的新闻出了什么差错，你的那点小心思可就彻底玩脱了。没错，
到时候别说让秦哥关注你了，你就是跪下磕100个响头都不够赔罪的。秦玉，我发现你好像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。你所谓的那些关注和施舍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我要的是你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彻底翻不了身。诸位，只要你们将今日之事传播出去，闹得越大，我江南可以保证，你们不仅不会有任何后果，还会得到辉南集团的嘉奖。江南，这欲擒故纵的把戏你到底玩够了没有？还想让我身败名裂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连个工作都没有，离开我你连活都活不起。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一样不好过。真不知道阿鱼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惹事精。刚刚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不消停？不就是让你养了个孩子吗？回头我再让你生一个自己的不就完了？哇，那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恩赐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我身姐有多大度了吧？你还不赶紧见好就收？没错，江南，赶紧的，让这些记者滚蛋，并且必须保证他们不向外透露半个字，不然就别怪我真的跟你离婚，让你净身出户了。净身出户？秦玉，就你那家破公司，市值加起来都还没有我18岁成人礼的一件礼物贵。你这点臭钱，我看不上。你说什么？江南，你装什么装啊？还18岁成人礼？我们几个谁不知道你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？你还摆起阔来了？你不会是觉得假装自己是富二代，就能让秦哥高看你一眼？得了吧，还富二代？他刚跟秦哥在一起的时候，可是连学费都交不起。要不是秦哥可怜他哪来今天富太太的好日子？好日子，富太太，真是搞笑。你们知道结婚4年，秦玉每个月给家里多少钱吗？4000。我精打细算，剩下的钱连吃饭都不够。要不是我还有点家底，说不定还真被他给饿死。4000块钱又怎么了？那也是真金白银，给你一个废物穷鬼过日子绰绰有余了，你还不知足？江南，这人穷啊，就得夹起尾巴过日子。你说说我儿子养了你这么久，你不感激也就算了，怎么还不知足？是啊，你要真有钱，怎么没见你这些年拿出来帮帮我儿子呢？我们秦家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？阿姨，您别哭，没听说吗？这越穷的人就越没良心。江南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要是还想留在秦家，让我给你一口饭吃，就消停点，否则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赶出家门，让你到街上去要饭？我看明天要上街要饭的人是你。来头不小啊！楠楠，怎么样？他们没欺负你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放心吧，我没事，不过是多听了几声野狗乱叫，全当是饭后消遣。师哥来晚了，让你被脏了耳朵，委屈你了。不是你什么人啊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么关心，还又搂又抱的，不会是江南在外面养的小白脸吧？阿玉，怪不得他故意害咱们呢，原来是早就在外面有了野男人。什么？你这个不检点的贱蹄子，你竟然敢在外面养小白脸！行啊，江南，那么义正言辞的带着所有人抨击我们，原来是自己攀上了高枝，急着丢掉我。即便我和许昕不清白，你婚内出轨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一个小白脸还敢打我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再打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从江城消失？姓秦的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还让我在江城消失，你也配？还有，你自己下贱，就喜欢给别人身上泼脏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江南的亲哥哥江实业。阿玉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江南他哥，可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当时连我们婚礼都没参加，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就凭你也配让我参加婚礼？当初楠楠要跟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，答应她给你5年时间做考察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原形毕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糟践我妹妹？你是江南亲哥又怎么样？一个在国外洗盘子的臭屌丝，装的像是给江南出头的样子，实际上怕是在国外混不下去，来秦家蹭吃蹭喝了吧？老子差点忘了你是吧？欣欣，我这人不打女人，但有例外。
因为所有欺负我妹妹的玩意儿都不是人。阿玉，他们太过分了！这一对穷酸货，平时不知道吃了秦家多少饭，花了你多少钱，现在竟然敢这么嚣张，还打起主人来了！你们这对兄妹吃我的喝我的，要是没有我秦家的帮助，早不知道上哪要饭去了。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就凭我江实业能以辉南集团总裁的名义封杀你整个公司。天哪，江南的哥哥竟然是辉南集团的总裁！什么？江南的哥哥是辉南集团的总裁？那个跺跺脚就能让江城颤3战的大人物？秦玉这个畜生，这下算是踢到钢板了吧？刚刚还担心自己被辉南集团撤资，结果没想到江南他哥就是总裁。这就叫亏妻者百财不入。你们有没有搞错？就他还辉南集团的总裁，简直放屁！江南，你脑子不正常，你哥也有病是不是？装大款还装上瘾了。穿了身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名牌假货，还真把自己当有钱人了。两个穷光蛋，你们要真有那么厉害，江南还至于看得上阿玉？到现在了，你唱这出戏还没唱够吗？先是让所有人看我跟欣欣的笑话，后又放了那么多照片和视频出来，现在就连亲哥都开始配合你演戏，装什么霸道总裁了是吧？看来你们是听不懂人话了。没关系，你们现在可以不信，反正等今天结束，整个秦家就会彻底从江城的商业版图里消失。哇，好怕呀！消失、封杀、天良擒获，江南，你搞笑不搞笑？你以为你拍短剧呢？不是封杀吗？来啊，封啊！你倒是封啊！喂，不好了，秦总，不知道为什么辉南公司突然撤资了，咱们的股票一下子跌了50%啊！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阿玉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撤资了，辉南集团竟然真的撤资了！什么？真的撤资了？没想到江南哥哥一说完，辉南集团竟然真的撤资了。难道他真的是辉南集团的总裁？不管是不是，都是这对奸夫淫妇活该！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总裁，绝对是你们耍了什么花招，对不对？跟蠢货交流还真是费劲。楠楠，你说这两个人渣你想怎么处理？这对狗男女根本就不配让我多花心思去处置，我只希望他们以后能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还不快动手！没听到大小姐说什么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来人！有人要变形老人了！放开！我们秦总说了，以后都不许你们踏进这家酒店半步。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孙子好端端的百日宴，怎么就成了这样啊？老婆子，为什么辉南集团怎么说撤资就撤资啊？江南他哥哥不会真是什么大人物吧？叔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江南不过就是狐假虎威，你们还真信了？你们看，现在咱们秦家百日宴已经上了热搜第1，辉南集团的那个神秘大佬肯定是看了这条新闻，所以才撤资的。江南他肯定是早就料到会是这样，所以才打了个时间差，故意骗我们呢。竟然是这样，这个江南果然心肠歹毒，他肯定是发现自己欲擒故纵的手段玩脱了，害怕秦哥找他麻烦，所以才让那些保镖演员把我们赶出来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江南，你等着，等我处理完公司的事，我保证让你跪着都进不了秦家的门。对不起，都怪哥，这些年忙着国外的事业，忽视了你，竟然让你在那两个人渣手底下受欺负，受了这么多年。好了，哥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也只能怪我太年轻，是我眼瞎看错了人。总觉得秦玉和许昕会注意分寸，有所收敛，到最后才发现人的本质从来就不会变。楠楠，你放心，我已经约了全江城最好的离婚律师，保证让秦毅净身出户，让他把这些年亏欠你的都吐出来。好了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了，走，哥带你好好放松放松。欢迎江总，欢迎大小姐。哥，你这排场也太大了吧？你放心，哥今天已经把整座商场都给你承包下来了，你看上什么就买什么。我哪用得上那么多东西？第一家就先从那家手机店开始，走，来，把你们店里今年所有最新款的手机、电脑、平板全部买下来，全部都要最高配置。是，哥，我有手机，不用买。这都5年前的款式了，不行，太老了，根本配不上我妹妹的气质，丢掉。都说包治百病，下一站爱马马，把你们店所有的最新款包包和首饰全部拿下。是。
这个我也要，都买，全部打包。哥，你也太夸张了，买这么多东西。你就说爽不爽吧。那还是挺爽。那不就得了？走，最后一站，我要带你来个大变美人。啊，还来？哇，江小姐，你真是太漂亮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是不是有点太年轻了？我穿着合适吗？要不再换一套吧？不，就这套，简直完美，这才是你原来应该有的样子。是啊，之前的我被婚姻搓磨了太久，都快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，也是时候回归真正的自己了。没关系，一切都还不晚。既然要回归自我，不如我带你去个地方怎么样？这么多年过去，没想到这里还是这样。哥，你怎么突然想着带我回学校啊？这不是带你出来散散心，回忆回忆青春吗？我先去接个电话。这道题不是我那年拿到数学竞赛冠军的压轴题吗？不过怎么没写完？我记得这里应该是这样推导，再合并，最后的答案是3又5分之根号3。是吗？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在海城发展，怎么突然回江城了？江城高新产业前景不错，我回来拓展业务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这位老同学。我当然记得，怎么会忘？当年数学竞赛，我可差点就输给你了。国际数学竞赛现在已经来到了决赛阶段，这最后一题将决定二位谁才是今日竞赛的冠军获得者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这里如果硬着头皮用泰勒公式就太慢了，不行，我得先对函数进行降幂处理，再进行求导，这样最后的答案就是3又5分之根号3。3又5分之根号3，承让了。我们恭喜江南同学获得了本次国际数学竞赛的冠军。感谢学校和老师对我的栽培，接下来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为华夏在数学领域的发展不懈奋斗。只可惜当时年少立下的梦想，经年累月之后，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其实只要你想，无论什么时候重拾梦想都来得及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在江城建立了一个新公司，目前在做南风 AI 大模型相关的业务。我衷心想要邀请你来为我们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持，担任总裁岗位。怪不得我哥突然带我来学校呢，原来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。为了招揽人才，难免要用一些特殊手段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回想起来，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甘心困于婚姻和家庭。刚和秦玉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为了支持他，帮助他的公司搭建了整个运转系统，成功了。可是，在产品上市不到1个月后，他就以我需要兼顾家庭为由，将我剔除了核心研发团队。最后更是因为怀孕，直接将我开除，说是让我安心养胎。我可以答应，只是我有条件，我希望除了薪资之外，能够掌握至少20%的股权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担任总裁，无论是股权还是薪酬，都保证让你满意。欢迎你加入云山科技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王总，辉南集团撤资只是一时的，你要对我们公司有信心啊！王总，王总。张总，您听我解释，那些新闻都是莫须有，是对家公司故意抹黑我们的。喂，魏总，我们的资金只是暂时出了点小问题，但产品是过关的啊。我还在这谈业务了，能不能把孩子管好啊？哎，我没吼你，你先别挂，别挂呀！
江南，我有没有说过我在家的时候，把孩子给我看好，不许打扰我工作？不哭不哭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公，孩子刚睡醒，有点难受，我马上就把他哄好。我差点忘了，江南根本就不在家，都怪他，要不是他，公司也不至于股票下滑这么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能撑到什么时候过来道歉。哭哭哭！一天到晚除了哭，你还知道干什么？吵什么吵啊！我这正打游戏呢，再吵老娘上不了分了。哎，上路上路，开打呀！干什么呢你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打游戏？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马上推塔了，我手机都被你摔坏了。你没看见孩子都哭成什么样了吗？你就不能管管？还有这满地的外卖垃圾，你就不能收拾收拾？你来我们家住3天，我们家都快成垃圾堆了。哎呀，好了，阿玉，你消消气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说说，我从小到大什么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照顾孩子、收拾屋子的事情，我哪会做啊？要我说，都怪江南，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非要闹这么个幺蛾子出来。他闹这么大一出，害得连公司都没法正常运转。等回头，他就是回来跪3天3夜，我都不可能原谅他。他捅了这么大一个窟窿，哪还有脸回秦家？现在估计不知道躲在大街上哪个犄角旮旯正后悔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以后可以慢慢收拾。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挽救公司啊！怎么？难道你有办法？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爸爸我是谁，不就是资金吗？就算没有辉南集团帮忙，我们也可以找别人啊，比如傅家。你是说海城的那个傅家？那可是全国首富啊！你竟然能跟他们家搭上关系，怎么不早说？之前是有点困难，不过最近傅家打算在江城开展新业务，我表叔被任命为了分公司的经理，话语权可高了。有他这个人脉在，我们想解决资金问题，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太好了，有了资金在，公司就能稳住局面。等过2天舆论平息，江城各大公司肯定都抢着跟咱们合作，到时候估计江南肠子都悔青了，指不定怎么滚过来给咱们磕头道歉呢。儿子，妈给你煲了汤，快趁热喝。这家里怎么都乱成这样了？这满地上都是垃圾，跟猪圈一样，你们怎么坐得住的？哎呀，怎么了？这孩子怎么吐奶了？欣欣，你可是孩子亲妈，你都不知道照顾照顾，帮忙拍拍奶嗝吗？行了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叽里呱啦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哼，孩子又不是我要生的，我可不会带。什么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你？反正谁爱管谁管，实在不行就让阿玉管好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儿子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那你干不就行了？阿玉，我光是去打通我表叔那边的关系已经很累了，能不能别让阿姨再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烦我了？鸡毛蒜皮？这孩子再不管可就出事了。这以前江南在的时候，管的可是妥妥帖帖。好了，妈，那江南是江南，欣欣是欣欣，能比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家现在面临这么大危机，还不都是江南搞的鬼？你怎么能拿他贬低欣欣呢？不是，那孩子你们就不管了？这不还有您吗？这段时间您就多操点心，等公司情况稳定下来，我再找人照顾孩子，让您享清福，好不好？可是，喂，怎么了？秦总不好了，咱们公司的人一听说资金出了问题，现在都在收拾东西走人，拦都拦不住。什么？妈，公司那边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我先走了，孩子和家里就交给你了啊。那我回去补觉了，没事别吵我。这事儿怎么到最后落到我头上来了？谁让你们走的？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啊！给我站住！秦总，现在公司面临这么大舆论，辉南集团又撤了资，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我们不走等着喝西北风吗？就是。再说了，在你这种辜负老婆的渣男手底下工作，我都嫌丢人。呸！你，秦总，自求多福吧。
你们这帮人听风就是雨是吧？谁告诉你们公司发不出工资的？辉南集团撤资是一时的，我已经找到了新的资金来源。你们现在这样私自离职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可是秦总，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资金，我们的裕华系统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技术 bug， 根本都没法运转啊！你说什么？系统底层框架已彻底瘫痪，无法运转，无法运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？如果是一些简单的 bug 还好说，但这是系统自己的内部 bug， 只有搭建系统的工程师才能解决。那还不赶紧把他喊过来！可搭建系统的是江南姐。当时江南姐刚搭建完框架，就回家生孩子去了，后续系统就再也没做过维修，问题一直堆积，所以才崩塌的。江南又是江南，离了他公司还赚不了了是吧？你们一个个可都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，难道还不如江南她一个家庭主妇吗？一群废物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点问题还就只有江南能解决，都给我看好了。系统运行失败，系统运行失败。又是这样，怎么可能？我还以为他真能力挽狂澜呢。江南姐当初也不知道怎么看上他。走吧，走吧，你们好，走，你们都给我走！等公司拿到资金，成为行业龙头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求我，我都不会再要你们，都给我走！秦总，您消消气，是大家也都要养家糊口，您理解一下。你到底哪边的？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的助理，我命令你，现在就把江南给我叫回来。之前的事情只要他肯认错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公司现在被他搞得一团糟，他别想着当缩头乌龟。秦总，那我应该是叫不回来了。这一来我要辞职了。什么？您先别急，听我说完嘛。这二来就是江小姐她已经在隔壁公司任职了，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。隔壁公司任职？A 小组处理好前端代码，保证数据搭载的基础安全。是。B 小组将已经建构好的神经网络语言大模型进行输入。是。C 小组做好运行维护，尽可能避免卡顿问题的出现。是。好，就是现在，开启运行。运行成功。哇！成功了，江总，我们成功了 ！Yes， 太好了！这套南风 AI 模型的搭建成功，突破了过往模型的通病，问世之后肯定会震惊全世界啊！江总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你们就别恭维我了，产品成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功劳。我宣布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。江南，你给我过来！秦玉，你不好好处理你公司那堆烂摊子，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就因为你，现在公司和家里都乱成了一锅粥。你不赶紧滚回来给我解决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到别的公司打工！不然呢？我不工作，难不成我还要回去继续给你小三和他的孩子当老妈子？江南，你别装了，你在这儿能干什么正经活？肯定不是收垃圾就是扫厕所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赶紧回家把孩子照顾好，然后再给欣欣道歉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原谅你，让你继续做你的秦太太。跟我走！干什么？你给我放开！干什么？就你放开！干什么？放开江总！江总，你没事吧？不是你什么人啊你？竟然敢对我们江总这种态度！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是江总的前夫，之前上热搜那个。我靠，那不是渣男吗？还好意思来找江总，找打是吧？江总，哼，你们当清洁的还搞职场这套呢，说出去也不怕叫人笑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自家的事情，你们外人就别瞎掺和。是傅少的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下班了，所以过来接你。不知江总肯不肯赏脸，与我共进晚餐？哇，这也太浪漫了！起开！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小白脸？江南，我还站在这儿呢，你就敢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要不要脸？秦玉，
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跟他就和你跟许昕一样，只是好朋友、好兄弟而已。我明白了，江南，这又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之一，对不对？你是看起诉离婚之后我没反应，就开始用小白脸吸引我注意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他这人哪来的这么大自信？脑回路有毒吧？江总碰上他这种人，真是倒了大霉。随便你怎么想。傅少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今晚请他们吃饭庆功了，咱们要不还是改天再约？没关系，不冲突。他们的晚餐我已经预定好了，待会儿会有人来接他们，而这辆是专属于你的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不是，谁让你们走了？哎，你想干什么你？江南，江南！好漂亮的餐厅啊，这是你专门找的吗？喜欢吗？你这怎么还单独开小灶啊？要是小姚他们知道了，肯定说你偏心。毕竟你可是我们集团最重要的人才，当然要重视。听说你已经彻底攻克了南风 AI， 恭喜你。职责所在而已。今天你准备这些，花了不少钱吧？算不了什么，为了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你这话说的怎么怪怪的？哪有什么应该的？既然你特意请了我来做技术支持，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了。看来我没有选错人。3天后，富士集团会举办一场招标会，主要是为南风 AI 寻找一些上下游企业。我希望你可以作为负责人前去参加。没问题，事关南风 AI， 我保证肯定让招标会圆满举行。你好，结账。好的，您之前预定的蛋糕和小提琴演奏都要取消吗？先取消吧。有些事情好啊，江南，还真是翅膀硬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哪来的鬼叫？那些日子不再有。许昕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许昕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正吃饭呢，你发什么疯？吃饭？你管跟几个不三不四的男的在一块叫吃饭？欣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秦玉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我跟几个好朋友聚一下而已，你嚷嚷什么？现在公司和家都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有心思聚餐？我问你，你不是说你表叔拿到副驾的资金吗？钱呢？我现在连个钱影子都没看到。你别急行不行？磨磨唧唧跟个娘们儿一样。放心吧，我早就托表叔给你安排好了。喏，这是富士集团招标会的邀请函。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我听说这次招标会的负责人还是辉南集团的大小姐呢。只要在招标会上，咱们把事情跟她解释清楚，再得到了富士集团的青睐，到时候2家公司一起投资，还愁咱们公司没钱花？太好了，果然还是你靠谱。不过现在公司的产品系统出了问题，会不会对咱们参加招标会有影响啊？哎呀，怕什么？这不是有我吗？别忘了，我也是计算机专业的，那点问题我保证分分钟就给你解决。真的？那就都靠你了。等咱们公司重返辉煌，我一定要让江南那个贱人知道惹了我们是什么下场。不愧是富士集团，一个招标会都办得这么豪华。毕竟这是富士集团第一次来江城开展业务，要不然能请辉南集团的大小姐来担任负责人吗？听说今天这场招标会，就连傅家的那位太子爷都十分重视呢。那咱们待会儿可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，现在公司可就指着这笔资金了。车牌号5个8，这里面坐的不会就是那位负责人吧？恭迎贵客莅临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江南，江南，这可是富士的招标会，你过来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知道我在这儿，所以特意过来，想要求我们原谅呗。前2天你不是还很会装吗？
怎么现在吃不起饭了，才想起来跟我低头认错啊？秦玉，你的厚脸皮程度还真是刷新人类下限。也是怪我没有仔细检查参会名单，竟然把你们两个恶心人的东西放了进来。什么参会名单？你少在这儿演，说的好像你是这次招标会的负责人一样。花了几个月的口粮，租来辆豪车，穿了套礼服，还以为自己是大款呢。江南，你认错就要有认错的态度。这场招标会事关我公司的未来，不是你能随便过来胡闹的地方。赶紧给我滚！等回家我再好好收拾。就是，赶紧滚吧！这场招标会可是需要邀请函的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地方，是吗？那你不妨看看这是什么？邀请函？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拿到的，你怎么也有？现在你们可以让道了吗？我还急着参会呢。毕竟这场招标会可以没有你们，但没有我，恐怕还真开不下去。什么？阿玉，他这也太嚣张了吧！好他个江南，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竟然追到了招标会上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。阿玉，你快看，这场招标会来了好多互联网行业的头部企业家啊！这次招标会果然来对了，别说和富士集团和辉南集团搭上线了，就是和这里面随便的一个企业合作，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啊！现在知道我多厉害了吧？这种地方可不是江南那种穷酸货配来的，我估计他那邀请函80%都是假的，要不然怎么到现在了都没见他影子？他肯定是以为到大门口装装样子就能让我原谅他，没想到却打空了算盘。说实话，他要是不搞这些女人家的小动作，说不定我还能大度容忍他做个小。而现在，他不对着我磕100个头道歉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喂，傅少，我听说招标会门口你又碰见秦玉了，需不需要我派人处理一下？不用，既然他们自己撞上枪口，那就别怪我亲手撕碎他们的美梦。你能自己解决就好，我待会儿完成手头工作就立刻过去。好。欢迎诸位百忙之中来到本次复试的招标会。招标会开始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招标会的负责人上台致辞。欢迎大家来到此次富士集团的招标会，我是本次招标会的负责人江南。怎么会？他怎么会是招标会的负责人？难道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什么负责人？江南，你一个当家庭主妇的穷酸货，竟然还敢站在上面冒充负责人，要不要脸啊？还不赶紧下来！没错，你别以为站在上面人模狗样的就能在这招摇撞骗了。他俩什么意思啊？这站在上面的难道不是负责人？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那位负责人，只听说是新业务的总裁，还是辉南集团的大小姐。我凭什么不能是负责人？秦玉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没有你，我只会活得更精彩。放屁！别搞笑了，像你这种年老色衰又什么本事都没有的女人。阿玉，你敢打我？不打你，我怕你脑子里的水出不来，到时候小脑栓塞还要碰我的瓷。江南，你发什么癫？竟然敢打阿玉！你知不知道我表叔可是富士集团在江城的分公司经理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人把你赶出去。好啊，那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把我赶出去。江南，你还在这装腔作势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刚刚这一巴掌我记住你，等今天结束，我一定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江南，你做事别太过分了。今天我们来可是有正事要干，要是因为你导致计划泡汤，阿玉绝对不会放过。正事？你们还有正事？怎么还不信啊？行，那你就给我看清楚了。看见了吗？
这就是我表叔富士集团江城分公司的经理提前帮我们谈好的订单。说白了，这场招标会我们只是来走个过程而已。等今天一过，我跟阿玉就是一飞冲天。哟，这招标会都还没开始，你们就已经把买卖都谈好了，还真是手眼通天啊！朱德利，原来他就是你表叔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了吧？我表叔在江城分公司那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江南，快收起你那些欲擒故纵的手段吧。多亏了欣欣，现在公司的危机马上就要解除了。只要你现在愿意磕头认错，我还是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让你留在我身边伺候我的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，只可惜你的计划恐怕要落空了，因为这种私下交易的订单根本就是无效的。我的订单，江南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份订单有多重要吗？你竟然撕了！招标会本来就是为了公平竞标才举办，你们这种提前交易的订单本身就违规违法。我就是撕毁了又怎么样？不是招标会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哪来的资格在这指指点点？你知道这份订单是我求表叔求了多久才求到的吗？哦对，我差点忘记你这位好表叔。实话告诉你，就朱德利这种人，平时就连跟我在一桌聊天的资格都没有，他的订单更不可能作数。闭嘴！我表叔的身份也是你配质疑的，你装大款装上瘾了是吧？装大款上瘾的是你们。像你们这种资质低下的公司，要不是走后门，就是连出现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毕竟你们的产品连系统都存在致命 bug， 根本就是一文不值。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玉华系统存在 bug？ 秦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玉华系统当初是我亲手做的基础框架？你觉得我会不清楚它内部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能说，当初要不是你卸磨杀驴，好端端的产品也不会落到这种境地。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意味着只有你能解决啊？江南，那你帮帮我吧，好不好？啊？江南，你是不是真以为阿玉公司没了你就不能赚了吧？实话告诉你，玉华系统的 bug 早就被我解决了。我承认，玉华系统确实有一个 bug， 而且非常棘手。不过好在有我出马，很快就被攻克，并且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转。江南，没想到吧？你自以为会给我造成威胁的困难，在欣欣眼里不过就是小菜一碟。像你这种唧唧歪歪、天天就知道邀功的女人啊，连欣欣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哇，竟然把 bug 解决了，好厉害！不过我猜你解决的应该只是兼容方向的 bug， 不然呢？这种 bug 只是表层的简单 bug 而已，修复好后的确可以让系统短暂运营个几小时，可惜根本没解决核心问题。过不了多久，系统依然会崩溃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那个 bug 可是我花了3天3夜才解决的，怎么可能是表层 bug？ 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故意误导，好想让我们失去获得投资的机会是吧？好啊，江南，没想到你这么歹毒，为了你那点争风吃醋的嫉妒心，连自己家的产品都要抹黑。你有想过你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恭迎傅少。傅少，久仰久仰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云山科技的部门经理朱德利，是今天专门来接待您的。走吧，招标会应该已经开始了。我劝你们，比起威胁我，还是先想想待会儿你们的产品彻底崩溃的时候，该怎么跟在座各位的业界翘楚们解释吧。江南，你不会以为在这胡编乱造就能影响我们拿到投资吧？别做梦了，就凭我们产品的质量，订单完全可以再拟定。这场招标会中标的只会是我们。中标？先不说你们的产品漏洞百出，就光看你们这阴道没边的人品，今天的投资就不可能是你们的。够了，江南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说到底，你不就是想让我觉得我没了你不行吗？省省吧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。按照我的经验，现在距离玉华系统瘫痪还有不到半分钟，比起在这说废话，我建议你们还是先赶紧处理一下产品，不然等一会儿你秦玉的大名恐怕就要再上一次热搜了。
行，激将法，想挑衅我是吧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当众把玉华系统放到大屏幕上，让你和所有人看看到底会不会瘫痪。你确定？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我现在就放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玉华系统，不仅没有任何问题，就连算力都是业界翘楚。看着确实很不错啊。是啊，有点实力。怎么样，江南？你还有什么可好说的？没什么好说的，看时间，我觉得已经可以倒数。你什么意思？3，装神弄鬼。2，1。警告！警告！系统运转失败，已彻底瘫痪，已彻底瘫痪。竟然真的瘫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天啊，竟然真的跟江小姐说的一样，他们的产品立刻就瘫痪了。就这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互联网的，纯纯挂羊头卖狗肉，还好没跟他们家合作，不然这会儿可就惨了。怎么样，言出法随的滋味好受吗？我刚刚都已经劝过你们不要丢人现眼了，没想到你们反倒一意孤行，还自己撞枪口上。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坨垃圾。你得意什么？这个产品可是从建构之初就是你做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在系统里埋了什么雷，做了什么手脚呢？欣欣说的有道理，江南，没想到你就为了捆住我，让我离不开你，连这种下作的手段都用得出来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举报你损害我的公司利益？的确应该报，不过该遭到举报的是你。副上，放心，有我在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南勾搭的那个小白脸啊！我警告你，今天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不想死就滚远点。什么小白脸儿？笑死我了！江南，就你兜里那点钢镚还能养得起小白脸呢？再说你之前不还言之凿凿的说批判我们吗？是怎么转头就找了姘头啊？怕不是结婚之前就有一腿吧？你给我闭嘴！表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叫我表叔，我没有你这么蠢的亲戚。你知道这位是什么人吗？竟然敢对他这么说话！他还能是什么人啊？不就是江南这个穷酸货货在外面勾搭的野男人吗？表叔，你都不知道刚刚江南有多嚣张，还撕毁了你提前给我的订单。你不帮着我对付外人，怎么还能打我呢？放肆！你知不知道这位可是富士集团的太子爷，而这位那可是云山科技最新上任的总裁，辉南集团的大小姐，这次招标会的负责人。什么？表叔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他一个有娘生没爹养的孤儿，背后充其量也就有个成天吸他血的哥哥，怎么可能是负责人，还是什么大人物呢？是啊，朱经理，您怕不是也被江南这个贱人给骗了吧？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是什么货色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他冥顽不灵的东西！江总已经入职1个多月了，这些天我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干活，难道还能有假吗？所以说，江南竟然真的是招标会的负责人，是辉南集团的大小姐。这件事，上次我哥在百日宴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，是你自己不相信。秦玉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从一开始你就是输的。不可能！如果你真有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告诉我？又为什么要在我家洗衣做饭受这种委屈？你也知道是委屈啊！一开始我隐瞒身份，是怕你觉得我们差距悬殊，心里产生自卑感。没想到婚后你却得寸进尺，把我像个老妈子一样呼来喝去，在职场上更是过河拆桥，利用完就把我丢在一旁。现在想来，我真是太庆幸自己的选择。我要是真的告诉了你我的真实身份，你指不定要怎么得寸进尺。不是的，江南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要是知道你有这么雄厚的家底儿，我当然只会对你更好啊。再说了，你有这么多钱，你瞒着我干什么呢？这些钱只要是稍微拿来给我做投资，那我就飞黄腾达了。你糊涂啊！我糊涂？我看是你在异想天开吧。结婚4年，我已经受够了你的虚伪，那些钱给你，也只会让你变本加厉的利用我，最后和你的这位好兄弟双宿双飞。不是的，江南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之前确实是糊涂了。但你要是要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我肯定跟许昕一刀两断。秦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跟你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就因为江南现在有2个臭钱，你就要跟我断交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因为你。什么好兄弟？你分明就是个想攀着我上位的臭婊子！江南，算我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绝对迷途知返，以后再也不跟许昕来往。还有那些狐朋狗友，我也保证都不再联系。以后我就只围着你转，好不好？
秦玉，你见钱眼开的速度还真是让我叹为观止。你是知道错了吗？不，你只是后悔没能干净彻底的利用我罢了。你这种恶心的嘴脸，我真是不想再看见第二遍。来人，把这2个搅乱招标会的人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，我不走，你们别动我！这下总算清静了。好好的招标会倒是被2个蛀虫搞得鸡犬不宁。说来还多亏了有你啊，朱德利。对不起，傅少，都是我利欲熏心，被他们2个用小恩小惠收买了。求求2位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不，从秦玉之后，我不会再跟任何人第2次机会了。像你这种把公司订单私下交易的人，我留不住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今天的事情让诸位见笑了，招标会将改日再重新开启。届时，我希望诸位能以今天的事情做前车之鉴，不要让我再发现任何恶意交易的行为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怪我没处理好私事，为公司惹了这么大麻烦。这有什么？一个招标会而已，凭借富士集团的声望，想召开可以随时召开。更不用说你今天这场杀鸡儆猴，也算是给在场的那些老狐狸一个警告。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敢在你江总的生意上耍手段了。你就知道哄我开心。那看在我嘴甜的份上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请江南小姐喝一杯咖啡？傅少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抱歉，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秦毅对我如何，想必你也看到了。我短时间内不希望自己在感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咖啡，我们还是改天再喝吧。干什么？这都是我们公司的东西，谁允许你们随便搬了？林先生，您的公司已经宣告破产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我们需要对您公司的财产进行破产清算，还请您配合工作。不，我的公司没有破产，你们不许动！秦先生，麻烦您配合工作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还可以东山再起，只要有钱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我要让江南知道，失去我，他究竟会付出什么代价。车费，你就借我5万，5万就行。赵阳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有钱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你相信我。王红，你就拉兄弟吧，好不好？事成之后，我按2成分你。滚！谁他妈是你兄弟？能不能别跟个叫花子一样，天天缠着不放啊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有许昕吗？有本事你跟他借钱去啊！许昕，还有许昕。喂，昕昕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你们没有一个人靠得住，都是一帮白眼狼！白眼狼！喂，昕昕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没接到电话。哎，儿子，是我。妈，儿子，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适应你们大城市的生活，就先回老家去了。这孩子还是你跟欣欣俩人自己带吧。妈，就连我妈都开始嫌弃我了，到底为什么？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别碰那儿，坏死了！你不就喜欢坏的吗？许昕，你在干什么？秦玉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的？你要不要脸？竟然在我家我的沙发上跟别的男人在这卿卿我我，你跟婊子有什么区别？秦玉，你脑子有毛病吧？我就是领个好兄弟来家做客而已，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好兄弟，许昕，你当我眼瞎是吗？你们2个刚刚在沙发都亲起来了，也好意思说是兄弟？那又怎么了？我跟你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就是姐夫，你别这么小心眼儿。虽然我跟欣欣认识不久，但那也是2肋插刀过命的兄弟。这刚刚我只是帮他眼睛里吹吹沙子而已，又没干什么，你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？许昕，这孩子还在旁边呢，你就在这不知廉耻的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你要脸吗？秦玉，你少道德绑架我，你有本事你自己管。再说了，
我肚子里这个可要出来，哪还有功夫照顾他呀？这些天我们根本就没发生过关系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哪来的？哎呀，姐夫，我跟欣欣兄弟感情升温一下也很正常，咱们大老爷们做事就敞亮一点，别那么小肚鸡肠。我去你的！敢动老子的女人，你活腻了是吧？你干什么？凭什么打他？给我松开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之前是你说你不会养孩子，我把孩子交给江南养，现在你却要养你跟他的孩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秦玉，你脑子放清楚一点，你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拿什么跟老娘玩？还以为自己是秦总呢，可笑！欣欣，你跟他一个穷光懒，废话什么？别再动了胎气，走，咱们不理他。许昕，你给我站住！谁让你走了？有完没完啊你？江南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出轨的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许昕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跟秦玉的离婚官司已经正式打完了，他同意净身出户，同时我们委托律师团队对他发起了关于违法挪用公款、涉嫌医疗伤害的诉讼，明天就会开庭。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他开车撞了许昕，导致他流产，现在许昕也要告他，等判决下来，他少说也要坐个10年8年的牢。无所谓，他们的人生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现在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